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新加坡第三季度 IPO 募资额高达15亿美元，占东南亚总额的60%，成为区域 IPO 冠军。你可能会问，这只是资本市场一个季度的数据吗？其实不然，它的意义远比表面看到的数字更深远。因为这场资本的流动其实在反映一个全球信任的回流资金正在重新选择落脚点。而新加坡正成为地缘风险时代下最稳定、最具吸引力的资本港湾。过去几年，东南亚各国都在争夺区域金融中心地位，但在全球 IPO 市场低迷、香港市场流动性下滑的背景下，30唯独新加坡逆势上扬。这不仅是金融操作的结果，更是一种制度红利的体现。这些资金为什么选择了新加坡？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新加坡稳坐东南亚 IPO 市场的无冕之王？先来看第一个层面，资金流向的变化。当其他市场还在等待复苏，新加坡却逆势吸金。为什么？首先，投资者变聪明了。2家大型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s 成功上市，让人看到了新加坡市场的稳健属性。在全球波动的环境下，大家更青睐可预期收益，而非高风险高回报。其次，地缘政治风险正在改变资本流向，中美摩擦加剧，香港金融市场受外部环境影响变大，资金自然流向政治中立制度稳定的新加坡。再者，新加坡的金融基础设施极为成熟，新交所 SGX 推动跨境上市机制，让企业可以在东南亚与全球之间自由切换。这些因素叠加，使新加坡不再只是一个安全港，而是一个真正能让资本生根发芽的，说道，长期信任中心。如果说资本是水，那规则就是渠道。新加坡之所以能吸金，关键在于它不断优化资本生态。EY 在报告中指出，新加坡这波 IPO 热的核心原因是监管环境的主动改革，比如审批流程更快，信息披露更透明，让企业上市更容易，投资者更安心。更重要的是，新加坡鼓励跨境双重上市，吸引了不少香港与中国大陆背景的企业来新交所第二上市。同时，它积极扶持 REIT 与科技类企业，推动资本市场的多元化。这背后体现了一个深层逻辑，新加坡不靠补贴企业吸引上市，而是靠制度确定性吸引资本信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确定性就是稀缺品，而新加坡恰恰提供了这种稀缺性。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清晰的战略，新加坡不做资本的追随者，而做规则的制定者。放眼整个东南亚，第三季共有25家企业上市，募资约25亿美元，而新加坡一地贡献了其中的 60%。 这说明一个关键事实，东南亚的资本市场仍旧分散，缺乏统一的金融引擎，而新加坡正在成为这个区域的资本核心。它不仅拥有国际金融人才成熟的法治环境，更具备全球投资者信赖的监管体系。未来随着美元流动性改善， AI 与可持续产业崛起，新加坡极有可能成为东南亚创新与绿色科技企业的首选上市地。可以这么说，过去新加坡是财富管理中心，未来它将升级为资本形成中心。换句话说，新加坡不只是帮别人管钱，而是帮助企业、产业和区域资本成长。这波 IPO 热潮不仅是市场复苏的信号，更是新加坡经济战略的写照。它代表了3组关键词：信任回流、制度红利、区域聚焦。在全球金融体系分化、东南亚竞争激烈的今天，新加坡再次用行动证明，稳定与透明依然是最有竞争力的资产。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未来3到5年，新加坡有望成为亚洲资本市场的中场指挥官，既能连接中国资本，也能承接欧美投资。资本看重的不只是收益，更是确定性。而新加坡正是那个用规则、信誉与远见赢得资本信任的小国大局。如果这段视频对你有所启发，
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或者关注我们的频道。未来我们还有更多全球经济趋势分析等着你。你觉得新加坡接下来会不会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新宠儿？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观点。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